半个时辰后，他的暴动结束了。在这里存活了100年，又花了100年，才终于堕落为鬼的山神，终于慢慢的失去了生命。他的本体矗立在最高的峰上，如同守护神般看着云平山的一切，守护着远方的云平城。山神应当是常开不败的，但神死去之时，他的化身也会一起死去。魏无羡把随便收回剑鞘中，喘息几下，回身拍拍金灵的肩膀。金灵拍开他的手，用力抹了抹脸颊上的泪水，想要发作，却又感到一阵无力。他能说什么？山鬼不该杀吗？神已经堕落了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如果他完全堕落为鬼，那么整座城的人都要遭殃。现在杀死他，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他为什么必须要死呢？他明明什么都还没做，他什么也没做错。魏无羡一阵发抖，他重新把手搭上金灵的肩膀，轻声道：“走吧，金灵，回家了。”这种无力感，魏无羡已经不是第一次体会到了。他在噩梦里徘徊了10年，一次次的重复着相同的命运。他要勉强，他偏不听从命运，但命运永远会弃他而去。魏无羡回身，在断掉的那条藤蔓前俯下身，他挥挥手，抹去藤蔓上徘徊不散的怨气。怨气顺着他的手臂深入他的体内，藤蔓内里有破碎的灵气，虽然很微弱，但仍然存在。也许再过100年，山神还会再次出现在云平山上。行了，魏无羡放下衣摆，遮住青筋暴起的手臂，找到那些乡民，我们下山了。前辈，蓝思追用力摇摇头，甩去不相干的思绪，我知道了。无论如何，他还是在除祟。纵使知道自己并没做错，蓝思追还是一阵难过。金灵跟在魏无羡身后，眼圈仍然是红的。他盯着魏无羡的衣摆，看着他腰间的随便。方才这个人以一己之力制住山鬼的一幕还历历在目。如果没有随后的冲击，他应当会对此感到很好奇。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实力比他的父亲还要强大，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人觉得安心。但他的灵魂里好像有更加深不见底的东西，裹挟着巨大的悲伤。他背负着这些，却又从未让人觉得艰难。魏无羡好像天生不知道疼一样。行走过半，魏无羡脚下似乎是绊了一下，身形微微一晃，紧接着又恢复原样。金灵突地听到一声轻微的脆响，他看看脚下，并没有踩断的树枝。那是什么？衣服破了吗？他在自己全身上下看了一遍，整个人猛地一抖，难以置信地聚集了目光。那个在他腰间过了12年仍然完好无缺，只是碎子变旧的银铃的正中央，出现了一道刺眼而醒目的裂痕。方才他听到的咔嚓声，是银铃破碎的声音。金灵慢慢地抬起头，茫然地看向魏无羡的背影。魏无羡负着手，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游荡。蓝家的小辈与他们仍有一段并行之路，蓝景一称他们追着一块名牌而来，途径云平山，便顺势除祟。不想遇到的并非一般的邪祟，不慎之下落入陷阱。金灵的精神有些恍惚，他压着成百上千个问题等着询问魏无羡，却碍于蓝家人尚未离去而不得。蓝思追察觉他的心情不对劲，但却尚未知晓原因。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，蓝思追惊的一愣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那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竹蝴蝶。魏无羡得意地对他摆摆手，道：“思追啊，还想要这个吗？”蓝思追哭笑不得，道：“谢谢前辈，但再怎么说我也已经10几岁了。”魏无羡不由分说，把蝴蝶塞到他怀里，道：“拿着，当年那个是蓝湛给你买的，这个就当是我补上了。”蓝思追扑哧一笑，只得把那只蝴蝶收进怀中。韩光君倒是毫不吝啬给他买任何事物，只是看着他那张脸，便不由自主的不敢放肆撒娇了。思及此，他才突然想起来，蓝忘机对魏无羡回归一事还一无所知。一股辛辣的气息顺着长街从不远处飘来，魏无羡眼前一亮，3步并作2步，果不其然是一家湘菜馆。云平城地进云梦，云梦人好辣，于是湘菜馆总是生意兴隆。魏无羡眯起眼看了2眼牌子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扭头对他们道：“要不要来尝尝地道的云梦菜？”“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地道的？”蓝景怡忍不住咳嗽2声，道：“闻闻这味儿，没跑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
你们兰家人一天到晚吃苦掉渣的草根树皮，好不容易外出一次，不试试别的地方的美味？几个少年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魏无羡干脆利落，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赶进屋，一面娴熟地招呼小二开出一间靠窗的衙室来。待大家都认命之后，魏无羡斜靠在美人榻上，一手懒散地提着菜单，却并未看一眼，便连珠炮般地报出一串菜名，最后似是要照顾他们这些不常吃辣的人的胃一般，特别关照2个不辣的素菜。有个对比，你们就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了。他解释道。前辈很了解姑苏菜吗？一个少年问道。